代价。闻言，众人不由一愣，他们状态极佳，没有任何反噬或是不适之感。感受一下生命。谢天染再道。此话一出，众人皆是脸色大变。虽说当下状态极好，可他们的寿命却已大打折扣。估算来看，他们的寿命皆是不足10年。不足10年活头，再强的修为又有何意义？府主大人，众人皆是看向谢天染。无论是灵氏之主，还是圣级长老，又或是忠心耿耿的圣府隐寺的六隐，他们都想知道这是为什么。神之时代就要彻底开启，莫说远古势力虎视眈眈，只说当代势力也有狱宗这等明面上的强敌。当神之时代的力量真的展现，没有人能够不受其诱，必然会是一场你死我活的争夺之战。而这神之时代的力量必须归属我7届圣府，只是对手强劲，老夫一人恐难担起此责，需诸位来助老夫一臂之力。谢天染道。属下愿为府主献出生命。圣府隐寺的6位首领整齐地跪在地上，表达出了他们不惧死亡的决心。见状，36位圣级长老也是纷纷施以大礼。唯有灵氏之主问道：府主，我已这把年纪了，倒也不惧死亡，可我想知道，那神之时代到底有着怎样的力量？言外之意，让我死可以，但好歹让我知道，我们到底在争什么。神之时代虽然传得神乎其神，谢天染归来确实也带来了一些好处，可那力量到底是什么，他们还不知晓。具体是什么，老夫目前也没有完全知晓。谢天染此话一出，让众人感觉多少有点不值，毕竟他们可都要死了啊。10年对于他们来说，那简直太短暂了。现在几乎能够确定，当今修武界是不完整的，限制我们修为的不是天赋，而是环境。我们需要追随先辈们的步伐，踏入第9道天河，唯有踏入那里，我们才能摆脱束缚，拿回真正属于我们的修为。但在此之前，我们必须拿到神之时代的力量。同样可以确定的是，这神之时代是远古时期那些强者渴望但却皆未能获得的力量。若是我7届圣府做到了远古众强者皆无法做到之事，必然能将让我7届圣府推向这修武界的顶峰。话到此处，谢天染看向众位长老，又道：你们也不必担心，老夫不会害你们。虽不知神之时代力量全貌，但据目前所知，神之时代具有延长寿命的功效，且这种延长可无视一切束缚。只要拿到这力量，便能解除你们身上的负面效果。到时五品天龙的修为依旧存在，而你们的寿命也得以延长。就算神之时代无法在修为方面对你们有所帮助，可只要能够延长你们的寿命，便已是最大的帮助。毕竟五品天龙那可是很多人此生也无法企及的境界，况且进入第9道天河还能更进一步。谢天染此话一出，众人的脸色皆是缓和了许多。原来他们还有续命之法，便是神之时代。只不过神之时代的力量没那么容易拿到，明面上的势力还好，暗地里的存在不得不防。所以诸位，接下来这件事务必认真处理，在规定的时间内，老夫要看到成效。话罢，谢天染大袖一挥，数个卷轴分别飞向在场之人的手中。打开卷轴，所有人皆是面露凝重。那上面是谢天染要他们接下来做的事。这不仅仅是关我7届圣府的未来，也是关我7届圣府的当下。若是当下都没有了，何谈未来？所以还请诸位务必尽心尽力，只要顺利拿到神之时代的力量，我等便是7届圣府最大的功臣。但若有人阻碍我7届圣府的伟业，无论是谁，都是老夫的敌人，哪怕是老夫的至亲之人，老夫也绝不手软。话到此处，谢天染的眼中面露狠色，我等定不负府主所望。7届圣府一众强者皆是表态，也包括灵氏之主。去吧！谢天染一声令下，灵氏之主以及36位圣级长老皆是离开此地。此地便只剩下了谢天染以及圣府隐寺的6位首领。府主大人，这件事为何不让属下们去做？仙影上前问道。你是觉得他们做不到，还是觉得他们会不听从老夫的命令？谢天染此话一出，那仙影惊吓得不敢说话。他虽然确实担心，但谢天染那不容置疑的语气却让他不敢说了。谢天染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，放心吧，不止你们，7届圣府所有人都是老夫的心腹，没有人会违背老夫，也没有人敢违背老夫。谢天染的脸上是绝对的自信以及滔天的野心。至于那些圣级长老，离开此地后便去调遣7届圣府的高手，旋即率领人马进入传送阵，开始了行动。虽皆是离开7届圣府总府，但大部分人的目的地还留在7届天河，但也有部分人前往了其他天河。祖武、九魂、仙海、图腾、血脉、苍穹、神体，皆有人前往，且这些人皆是面色凝重，显然要做的事情
非同小可。但为了七界圣府的未来以及他们的未来，必须这样做。谢天染又交代了圣府隐私一些事后，圣府隐私的6位也是离去，这境地中便只剩下了他一个人。好歹都是你的心腹，想必你也肉痛吧？谢天染体内的声音响起，此话道出了秘密。神之时代根本没有延长寿命的方法，他们已是必死无疑。我七界圣府的未来在于老夫，在于天儿，在于七界圣府那些还未出生的后辈们。他们上限已定，死亡不过是迟早的事。与其老死，还不如为我七界圣府做些贡献，老夫还能让他们青史留名。谢天染的脸上没有丝毫愧疚，反而发自内心的觉得这是那些人的荣幸。本尊果然没有看错人。谢天染体内的声音道。可就在此刻，阵法外传来七界圣府长老的声音：府主大人，有狱宗贼人来犯。七界圣府防御大阵已经张开，诸多长老手握结界兵刃，紧张地看着七界圣府外的一道身影。此人立于星空之中，他身穿狱宗标志性的长袍，头戴红色斗笠，身后的红色斗篷上写着玉帅2字。这位虽立于星空，可所在之地却也被七界圣府的大阵覆盖。可是那五品天神都将被捕捉的阵法之力，竟对此人无可奈何。这只有一种可能，此人的实力在五品天神之上。突然阵法之力消散，这使得七界圣府众人大惊。慌什么？此刻一道老者声音自人群之中响起。看到这位，七界圣府众人松了一口气，且同时施礼，拜见府主大人。来者正是七界圣府府主谢天染。显然防御大阵的之所以会消散，也是谢天染所为。七界府主，你总算现身了，是你自己出来，还是要我打进去？那狱宗之人开口，是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。他明明距离此地很远，却似乎能够看到这边发生的事。而他话音刚落，谢天染向前踏出一步，便来到星空之中，来到了那名狱宗之人对立面。唰！突然那狱宗之人出手对着谢天染一抓，一张武力大手便抓向了谢天染。只是那武力大手却在即将抓住谢天染的时候迟迟没有落下，是无形的力量挡下了那张武力大手。结界之力。下一刻，无形的结界之力显现形态，化作一把结界大刀，将武力大手斩切开来。紧接着结界大刀便砍向了狱宗之人。狱宗之人随手一挥，星空震荡，那把结界大刀竟化作碎片散开。这一幕看得七界圣府众人心惊。二人刚刚的短暂交手，威势在防御大阵之上，而狱宗之人与谢天染倒是没有继续出手。七界府主名不虚传。狱宗之人道：试探老夫？谢天染问：今日来此无意冒犯，乃是有事相商。七界府主方便借一步说话吗？狱宗之人问。我七界圣府不欢迎狱宗。谢天染冷冷的道。我想七界府主对我狱宗有些误会，其实我狱宗绝非邪门歪道，那只是世人对我狱宗的偏见。狱宗之人道。谢天染没再说话，而是身形一转，消失在了此地。但狱宗之人明白了谢天染的意思，转身跟了过去。很快他们二人来到了一处距离七界圣府有些距离的星空中。谢天染随手一挥，一座浮空宫殿浮现。这不是随手凝聚而成，分明是件宝物。此宝物具有极强的隔绝效果，且只有近距离才能看到它，若是隔得较远，将无法发现它。谢天染踏入其中后，狱宗之人也是进入其中，发现这大殿内也是颇为恢宏，似是专门用来招待人的。以这种规格来招待他，那也绝对是重视了。由此可见，谢天染其实对他狱宗并没有敌意。我谢天染不与连面都不敢露的人合作。谢天染道。绝非不敢露面，只是不想露面，因为太多人不配见到我的真容。当然七界府主定然不在此列。狱宗之人谈笑间将斗笠摘下，露出一张带有几分沧桑的中年脸庞，以及满头白发。在下百里虚空。男子施以一礼。坐吧。谢天染这才示意对方落座。百里虚空也不客气，直接入座。百里虚空，狱宗新派之首。谢天染道。原来七界府主对我狱宗也是有所了解。百里虚空道。其他势力老夫自然没兴趣了解，可你狱宗老夫不得不了解一些。不知你今日来找老夫是为何事？该不会是因为你儿子在楚风手上吃了亏，想与老夫联手对付楚风？谢天染问。那楚风身上确实有我狱宗想要的东西，他的确是你我共同的敌人。不过今日来此并非是因为那楚风，是祖武戒宗。百里虚空道。祖武戒宗？谢天染双眼微眯。祖武戒宗位于血脉天河的那座遗迹，如今在我狱宗手中。百里虚空道。我的人呢？谢天染目露寒意。
百里虚空掌心摊开，一个球体漂浮而出，那是一个空间世界，且通过外面能够看到其中状况。那里面有着多人，皆是七界圣府之人。这些人是界天染暗中派去盯着血脉天河那座遗迹之人。自从祖武界宗遗迹消失，这些人便也没了踪迹，这也是界天染目露寒光的原因。眼见对方直接归还自己的手下，且手下并没有负伤，倒也算是有些诚意。于是界天染探手一抓，将那球体收下后，才问道：想合作什么？不妨直说。我狱宗要做一件事，需要七界府主出手相助。七界府主放心，与神之时代无关。我知道七界府主对神之时代的力量很感兴趣，但我狱宗对此并不感兴趣。我狱宗想要唤醒一个地方，需要七界府主的相助。百里虚空道：什么地方？界天染问。这个暂时不方便说。百里虚空道：对老夫有何好处？界天染又问。愿将祖武界宗遗迹奉上。百里虚空道：哼。界天染淡淡一笑，这才道：祖武界宗遗迹一直就摆在那里，若是可以开启，也轮不到你们将其收走。而他无法开启之地，也没有任何意义。可界天染此话一出，百里虚空也笑了，旋即道：难道七界府主不知道祖武界宗那座遗迹已经开启了吗？百里虚空此话一出，界天染目光微微变化，他确实知道，毕竟他一直派人盯着那座遗迹。当那座遗迹开启，他第一时间便收到了消息。只是当他过去的时候，为时已晚，那座遗迹已经消失了，他的手下也全部失联。看来七界府主知道。百里虚空笑了笑，于是又道：祖武界宗遗迹不过是我狱宗想与七界府主合作的诚意之一。若是七界府主愿意合作，事成之后还有重礼。话到此处，百里虚空站起身来，一个古老的箱子出现在其面前。箱子打开，光芒四射，看着箱中之物，就连界天染也是猛然站起身来，眼中露出难以置信之色。此物竟在你狱宗手中？界天染语气中带着几分惊叹。